我是季妈妈，我来自安徽合肥，我家女儿是拉拉，她和我出柜已经7年了。18年中秋节跟国庆节是差不多就一前一后，她那年已经是在读研了，她是本科毕业以后是硕博连读嘛，打电话然后就问我跟她爸在不在一起，说我们开一个家庭会议。平时打电话都是聊天，那天他讲家庭会议，我在想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商量。当时我就在想啊，因为他92年的嘛，然后18年也到了谈恋爱的年龄，我回家跟他爸说，我家女儿要打电话开家庭会议。我说今年假期比较长嘛，我想他是不是会把男朋友带回来。他爸就说那我们给他打电话问一下，结果电话打通了，然后他跟我们说，我在学校准备办休学手续。要休学半年，很迷茫，找不着方向。孩子从小到大，基本上他的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做主，我们就是没有就给额外施加什么，就是你必须要按照我们的方向、我们的安排去做。他肯定是遇到了很大的一个困惑。既然你休学，你就把手续办好。然后我就怕遗漏了什么问题，我就写了纸条，写了大概有10来条吧。就是学习的压力啊，工作的压力啊，或者是在学校遇到什么困惑啊，就是一条一条纸条拿给孩子，我讲你休学到底什么原因，最大的困惑在哪里？我讲我罗列了这么多，你对对看有没有能对上。然后就最后一条，因为从他小学阶段还好，等到上初中了以后，他就是只穿校服。然后去买衣服呢，就买就是那种休闲装、运动装，其他的样式的基本上不买。然后每次买衣服2个就会不开心。从他的穿着，因为我是护士嘛，学医的，我的印象当中我就知道有同性恋，也有跨性别。我是护士，我们书本上会写同性恋、跨性别。那个时候我是85年上卫校的嘛，那时候书上同性恋还是心理疾病，就有怀疑，但是就从来没有问过啊。最后一条我是这样写的，我想你认为你是男孩还是女孩？结果他就跟我就说实话了，他说我是女孩，但是我不喜欢男孩，我喜欢的是女孩，就这样跟我出轨了。当时听到我比我预期的要好，因为我知道跨性别要不就做变性手术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或者是用激素长期维持，是伤害身体的。至于他喜欢男孩喜欢女孩，我觉得对他身体倒没有什么多大的影响。我们一家3口，他爸爸是老师，我们家庭关系是非常和谐的。我跟他爸结婚之前就有约在先，我们就不管为什么事都要沟通，就不准大吵大闹大骂。我年轻的时候是在医院上班，要上夜班，孩子他爸是长白班，所以他带的可能比我带的还多一些。夜里要起来什么喂奶啊，什么换尿片啊，这些事基本上都是他爸爸做的多一些。我那时候身体可能相对要差一些，所以夜里熬夜就吃不消，基本上都是他爸爸起来做。孩子再大一点也是他爸爸时间多，经常都是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扛在肩膀上，然后一边走一边带他背唐诗啊等等，就是这些。就他爸还是在整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分担了很多。当时他跟我说他爸不知道，但是晚上回来我就跟他爸说了，因为这个是我们家庭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情，必须要去面对，我认为不能逃避。其实他爸也是属于身体不好的一类，他爸是做过手术的。但是我觉得他也要参与进来，因为女儿的事就是我们整个家庭的事，我觉得必须要由我们3个人共同面对。我跟他说，我说我问了女儿，我写了这么多问题给她，然后我觉得其他的问题都不大，我觉得最后一个他跟我如实讲了，他是同性恋。他爸当时也是看到女儿这个状况，也是等于接受她，这都不是事，没关系，当时是这么说的。但是真正内心还是很痛苦的，在别人家里都不是事，但是在自己家孩子，但是当时是出于对孩子的爱
然后就是关心他，因为他已经压力很大了嘛，很迷茫，然后都休学了，所以我当时就是没有给他任何压力。应该是有关系，因为他是非常懂事的一个孩子，他从上初中他就知道跟别的孩子不一样。他从小学的时候就非常开朗、非常活泼的孩子，爱笑。等到初中以后，他就整个人就变了，很少见到他的笑容。应该是有影响。当时我就很心疼孩子，我一把把他搂在怀里，我说：“宝贝，你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心思，这么大的结，为什么不早点跟我们说？”然后他说：“我早跟你们说，可能你们接受的程度没有这么好。”他是说我要等时机，安慰我，因为孩子很懂事，他就说你不用担心，不用着急，像这是很正常的。我在学校，像我们有个社团，有几十个孩子跟我一样，那我就跟他讲，我讲那你们社团再有活动，你跟我说，我提前到北京，我去看看你们一群人是什么样的人，做什么样的事。他就跟我说，你不用到北京来，说合肥就有，正好11月份我们芜湖就有分享会。他说我给你们报名，去不去？我们讲去。我和孩子爸都是一个心理，就是觉得有更重要的事情，先把孩子的精神状态调整好。当时我了解下来，我女儿的那个轻度的那种精神抑郁的状态，可能有2个原因，一个就是她的一个学业。毕业的这个论文这一块是有一定的压力的，孩子还有他爸，我们3个人商量，那个博士太高，我们就往下降一降，我们就博转硕，这样子的话压力就小多了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跟他这个同性恋是有关系的，因为他非常的懂事，想事也想得多，他能看出来，你光嘴上讲，你不管你是喜欢男孩女孩都没关系，我们都接受，但是我们的表情写在脸上。女儿说你们的心事就写在脸上，摆在脸上，说你们心里没有真正的放下，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去了解这些方面的知识，然后去学习。第一次参加芜湖那个分享会，我们还是就是我们3个人，然后进去，然后就是住在一个拐角，然后就静静的去听去看，慢慢的也知道，并不是我家女儿一个，还有很多跟我家女儿一样的孩子呢。当时我就在想，丽丽妈妈、群倩妈妈，他们怎么能这么好的能接受孩子？内心在想，哎呀，我从此以后可能都不会再笑了，从此以后可能不会再参加，就是我们农村那种，就是结婚要请喝喜酒嘛。最担心的就是很孤单，同性恋可能不结婚，根本就不敢想会找真正相爱的2个人在一起生活，同性得不到认可嘛。前半年女儿跟我说，然后我就是同性恋这3个字我都不能提，觉得很扎心很痛心。我们合肥的全妈妈，她的2个儿子影响很大，她2个儿子就是虽然没有领证，但是他在合肥那个5星级的大酒店，然后举行了一场婚礼，给了我们请帖，我们都去参加婚宴的，我们一家3口都去了。在婚礼上，然后就是2个亲家婚宴上，然后2个儿子去敬酒，然后去改口，然后给红包，跟异性恋是一模一样的，那种气氛就是很温馨、很温馨、很幸福的。我回来就在想，我的女儿应该也可以，没关系，跟谁结婚都没关系，只要她幸福。现在亲戚问到男朋友啊、什么结婚之类的事情，我们就是直白的告诉他们。女儿不喜欢男孩，她喜欢的是女孩，她是同性恋。如果有一天请你喝喜酒，你们要有思想准备，就跟你们家的那种酒席不一样。开始也觉得对亲戚朋友这一块就是没有办法跟他们直面，因为我们一家人都是比较诚实的人，就觉得不愿意去撒这个谎，然后就是你撒了一个谎，然后要有很多的谎言去圆，总有圆不圆的那一天。所以家里亲戚这一块，我就跟女儿沟通，我说所有的亲戚最关注的、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事，不管他是心理关心还是表面上关心，反正一见面就是这个话题。我说你这个事能不能跟亲戚朋友去说？他说这个事能不能说是你们自己决定，你们认为能说你们就说，认为不能说就不说。
我们3个人当时这个事情都有讨论过，但我们3个人的观点都是一致，我们是永远是支持你的。我说亲戚这边，我索性就跟他们说，如果能认可，我们继续来往；不认可的，反正多一个亲戚少一个亲戚无所谓。所有的亲戚只要问到女儿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就跟她直白的说。原来想象过，肯定有的人肯定就为这个事，可能就是会讲很难听的话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或者是施加压力，就说那不行，一定要孩子要结婚啊，怎么样？结果超出意料之外。我女儿的小姑姑，她都不识字，但是她还劝我就是不要给孩子压力。孩子我们从小看他长大，孩子他不是坏孩子，所以你不能给他施加压力，不能逼他。只要孩子他过得幸福，他过得好就行。我觉得孩子现在真的很幸福啊，这么多亲戚朋友也对他很关心。女儿谈了女朋友，他会跟我说，然后我也能够很开心，他终于能找到他的另一半，我也觉得很放心。通过参加这些分享会，然后才知道，哦，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孩子都是，以前并不是没有，只是都不说。因为我们担忧他的什么养老呀，担忧他的工作等等这些，就是还是大家知道的人少嘛，得不到大家的一个认同，所以我就在想，就是能让更多的人能知道，然后就让我们的孩子就是能够也能在阳光下生活吧，就是能够生活得更开心一点，对，能得到一个好一点的一个环境，然后同时也能帮助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家长，就是很难过去的，很难跨过去那道坎。以前我是就是家里亲戚出轨嘛，今年元月4号合肥的一个分享会，我是发了视频号的，发了朋友圈的，筛选一下我们的这个圈子嘛，你认可的我们就交往，不认可不交往就算了那样。自己退休以后是做中医外治的，然后在一个养生馆上班。我要是对社会出柜的话，是有一点压力。但是我做公益已经7、8年了，本来做公益就是好事，不能永远的这样偷偷摸摸的做。所以今年我就是公开出柜，那个顾客是看到的，他主动跟我聊了这个话题，表扬我和他爸，然后说我们还是就是文化层次比较高，然后对这个事情的认可度啊接受度比较好，他表扬我们。他家也是女儿，上初1，后来他女儿一放寒假，他就主动约我，然后约女儿去给他辅导。他们的认可度啊，或者是他们的认知，超出我们的想象的范围。我们会设限，会担心害怕，很多是我们自己设限设出来的。如果有一些潜在的客户或者是社会面的好友，就是因为女儿这个事，然后不来店里，我也不觉得可惜，没关系。我觉得他们这个金钱上的这个价值，没有我现在做这个公益这个社会价值更高。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，会得到一些有同的这些家长，他们可能到我的店里来，觉得更安全、更放心。有一些这样的家长还有伙伴，然后到我店里来求助，可能也会更好。